观念比努力更重要，学习正确的观念，再去按部就班执行，帮助自己尽早达到财富自由。简单、门槛低，使用手机随时随地就可以挖矿的 Pi Network， 不需要投入金钱，只要每天启动一次按钮就可以挖矿的手机 App， 真的是可以赚钱吗？风险又是什么呢？回报又是如何呢？这集影片回答大家主要的9个疑问，看到影片的最后，你就会知道是不是应该进行手机挖矿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Paul， 这里插播一则提醒，请已经参与 Pi 挖矿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注册后14天内再确认一次英文姓名是否填写正确。 First name 的地方要用英文填你的名字， Last name 的地方要用英文填你的姓，不要填反哦，这样你才可以顺利通过 KYC 认证，并获得辛苦挖矿的 Pi 币。如果你还没听过 Pi Network 手机挖矿的朋友，建议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影片。影片简单介绍手机挖矿 App Pi Network 以及其安装与操作程序。这里只简单的再说一下 Pi Network， 也就是 Pi 币，它是史丹福大学教授团队开发出的手机免费挖矿。因为 Pi 币门槛低，是一个人人都可参与的平民数字货币，你只需要透过手机就可以进入加密货币的世界了，真的就这么简单。当你下载 Pi Network 这个 App， 就可以开始在手机挖矿赚钱。每天你只需要花不到10秒钟的时间，启动一次按钮，就可以继续在手机上免费挖矿了。因为还没有上主网，现在只能挖 Pi 币，还不能进行交易。但是被 Pi Network 第一轮 KYC 认证的用户，大多认为对一颗 Pi 币的共识价格多于100美金，可以适用转账服务，并给朋友转拍，到账迅速，操作流程的体验很好。业内人士预测 Pi 币上交易所交易时的价格，一个 Pi 币可以炒到150到300美金。既然这么好，又不需要投入金钱，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会立刻进去挖矿呢？大家的心目中，这样的手机挖矿应该觉得是有风险的。我整理9个许多朋友迟迟不敢挖矿的疑问，或者是潜在的风险。看完后，你再决定是否要进行挖矿。第一， Pi Network 是骗人的吗？事实上，在我注册 Pi Network 之前，我已经阅读许多次了 Pi Network 网页里的一般常问的问题以及白皮书，了解 Pi Network 的使命和愿景，是要建立一个由每个用户来保护和操作的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平台，让 Pi 币可以成为全球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加密货币。虽然比特币是第一个加密货币，但没有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反倒像是一个投资交易的商品或者收藏品。而 Pi 币这样的共识演算法和区块链的技术方式，就是希望成为全球广泛应用的加密货币。很有可能在2-3年以后，Pi 币的生态会在各行各业使用，那时我们去买东西也就可以使用 Pi 币来付款。这个在 Pi 币的白皮书里面也有提到，想要多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另外 Pi 币的技术主管尼古拉斯博士在史丹福大学教授区块链的课程长达10年的经验，其他团员的身份在史丹福大学也很容易可以查到。他们常常都以真人的身份出现在官网或一些社交平台，对于技术水准其实也是不用怀疑的。因为史丹福大学不仅对区块链的研究在全世界是出类拔萃、数1数2的地位，史丹福大学还特地为区块链成立新的研究中心。成立当时，以太坊的创始人 V 神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热烈祝贺，也为这事做相当程度的背书了。还有一项会给我们的矿工很大的信心是 Pi 测试节点当前区块高度突破250万，这些资料都是在网上可以查得到的，更加印证了 Pi Network 的真实性。第二，使用传销制度吗？我们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传销，通常可以从下面3个特点来看。第一，是否需要入门费，也就是你需要花钱投资。第二，是否需要拉人头发展下线，上线是否从下线获得好处，利益的层级关系是否超过2级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是否没有销售商品，纯粹只靠下线的费用来支付上线的报酬。目前 Pi 币有推广邀请制度，但是也只有1级下线，下线不挖币，你也是没有加成的。其次是没有3级分销，下线的推广裂变完全与你无关的。况且 Pi Network 不需要你投入任何的资金，你所获得的 Pi 币也都是你自己挖掘以及自己推荐获得的，
也不是靠下线的费用得来的。所以说拍币不符合传销的3个特点，它不是传销制度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这一部影片，你就会明白了。第3，会不会出售我的个人资料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的问，天下怎么会有白吃的午餐呢？拍币会给我们免费挖矿，就是想要偷卖我们的个资吧？因此还不敢开始手机挖矿。其实有戒心是很正常的。不过我们先来看看，现在的世界是大数据时代，我们在使用任何 App 软体时，都可能让个资外泄，随时随地都会有隐私的风险。其实我们更要注意的是，不要被网络上的诈骗集团利用漏洞或其他钓鱼网页的方式，拿到我们的网络交易账号、密码及交易 API 金钥等等，才是重点。还有人担心 KYC 实名认证的时候，就要我们交出身份证或护照的资料，到时候又有可能会泄露隐私。其实 KYC 是英文 Know Your Customer 的简称，其程序是为了预防身份盗窃、金融诈骗、洗钱等。而 Pi Network 的 KYC 认证是 Yoti 来做的。Yoti 是国际知名的 KYC 认证服务机构，他们也最注意保护用户的隐私。就是当用户通过 Yoti 公司实名认证成功后，他们会回报给 Pi Network 的是你认证是否通过的自创号，上面只有标示 Yes 或者是 No， 不会提供你的任何资料让 Pi Network 储存。第4，这个项目会失败吗？因为各国对虚拟货币都有不同的政策，有些是在讨论中，或者直接就禁止，也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技术问题暂时上不了主网，还有各国政府、金融机构与民间究竟要如何配合，都是一件件很大的学问，没有人可以完全确认是否会成功。但是我们可以观察背后的经营团队，他们是如何运作和经营的。Pi不是一个普通项目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团队，创始人曾获得脸书的创新基金奖、区块链应用设计。他们一直很认真的经营这个项目和经营社群，也一直都会在 App 里面更新资料。我们从 App 看到他们搭建节点、测试 KYC 和准备上主网，看到他们一步一步的过程，我是有信心和期待的。第5，拍币使用手机一小点算力就可以挖币吗？其实会有这个疑问的产生，是因为在对比特币挖矿算法的认知。因为比特币是使用第一类共识算法来运作，当所有比特币节点在计算密码难题时会互相竞争，而解答又存在着随机性，因此第一个算出解答、幸运赢得竞争的节点会获选为此回合的领导者，并产生新的资料区块。这个运作方式会导致参与者需要大量的运算能力和电力消耗，也因为是烧钱来解决比特币的计算难题，要获得第一代加密货币，对我们平民百姓就显得遥不可及了。经过了多年，技术上的改进早已不在话下了。而现在Pi使用的是第2类型的共识演算法，它是基于恒星共识协议 SCP 和联邦拜占庭协议 FBA 的算法上。这个算法不会浪费能量，比比特币更加轻便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让一般社会大众都来参与挖矿的新方法。所以Pi币真的可以在手机挖矿。第6，每一个人都在手机免费挖矿，那么钱从哪里来呢？人们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才会有价值。无论是任何银行的纸币、硬币、贝壳、宝石还是火柴，所有的这些物件在历史上都被曾当作货币使用。只有在所有的人都信任它时，货币才能起到作用。Pi币本身可以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但是只要全体用户达成共识，那么Pi币就可以成为大家所使用的货币。Pi币的初始价值完全取决于易货，初步的易货价格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共识，那就是全球统一的价值了。Pi币的价值不是凭空产生的，重点就在于 Pi Network 需要在全球尽可能多的地区拥有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，然后有尽可能多的生态应用场景可以实现易货。这3点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Pi Network 在上主网之前正在努力进行和测试当中的。第7， Pi币发行的数量很多，这样会有价值吗？ Pi币的特别处就是它不是跟比特币一样有一个设定好的额度，它的额度是随着参与人数增加而增加，也就是说只要每多增加1个人，挖矿的部分的供给量就会增加，来让当时所有参与者来挖矿。目前Pi官方设定以10亿人为限，也就是说只要超过10亿人，挖矿的供给量就不会再增加了。这也就是说早期参与挖矿的人，挖矿供应会较多，随着人数增加，Pi币也将越少。朋友们，
拍币越来越稀缺了，越来越难挖矿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这个手机挖矿 App， 我会把链接和邀请码都放在下面的说明栏和第一个留言。至于 Pi Network 的安装操作，你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。另外，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挖拍币的时候，一个人一个账号就好了。因为如果你用分身账号，到时候 KYC 实名认证的时候，只会认证你真实个人的这一个账号，分身的部分的基础币就会被销毁，会过不了 KYC， 所以不要开太多账号去帮你挖矿，因为这都会是白费力气的。如果这些账号是属于你的安全圈朋友，或者是你推广的下一层朋友，那么你这些安全圈的供应以及推荐的供应也会被销毁，这样货币总数量也就会跟着减少了。我们日常挖到的拍币来源有2个部分，一是挖矿供应，我们称作基础币；二是安全供应和推荐供应，我们又称为算力币。上主网时，我们仅可以拿到我们基础币的那一个部分去变现或者是易货，而算力币在主网开通初期还不能使用。拍官方采取锁仓逐步释放的方式发放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锁仓意味着币量减少，而物以稀为贵，就会提高拍币的价格。简单的说，我们的算力币会被保值。综合那么多因素，看起来拍币的总数量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少。虽然错过了比特币，但现在可以珍惜机会，抓住机会。当你想要问什么时候可以交易变现时，同时要看看自己手头上有多少拍币了。第8，什么时候可以提现？要如何提现呢？拍币还没有上主网，没有去中心化，所以还不能上交易所交易。官方宣布2021年底进入第3阶段实现主网，我们可以期待看看今年拍币是不是可以上市交易了。上主网的时候， Pi Network 会要求你完成 KYC 实名认证，认证你是真人而不是机器人，然后你的电话就是你的电子钱包，可以在网上交易，或者在认同拍币的平台购买商品或服务。第9，拍币价值是多少呢？其实拍币不是一个免费可获得的钱财，它是一个长时间努力的项目。就像2009年的比特币，每天可以免费挖50颗，大部分人觉得没有价值。今年最高市值一个超过6万美元。2011年刚出来的莱特币，每天可以免费挖100颗，大部分人觉得还是没有价值。今年最高市值一个接近250美元。2014刚出的以太坊，每天可以免费挖30颗，大部分的人还是不信。今年最高市值一个接近2000美元。而拍币就在2019年异军突起，第1阶段时每天还可以挖10颗左右，由于减半制度，现在每天可以免费挖2.4个。到这里大家还是觉得没有价值吗？我个人觉得手机挖矿是一种成本低、风险低、费用低的挖矿方式，因此风险我还可以承受，但是潜在的获利却是很大的。现在你需要冷静地评估一下自己的风险回报比，再决定要不要参与这个手机挖矿。如果你们已经开始手机挖矿拍币了，欢迎你们留言告诉大家为何要挖拍币，也欢迎你们放上你们的邀请码，需要的朋友也可以自行选用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为我们这个影片按赞及分享，我们一起快乐挖矿，下次再见。